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现在呢，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去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老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麦。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几位情感导师，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文珍儿。好的爱情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中年作家陆琪。爱情是生活的科学，所以要好好生活，好好恋爱。大家好，我是莎娜。当生活赠予你一颗酸柠檬的时候，我们要有勇气把它榨成一杯甜美的柠檬汁儿。大家好，我是李阳。爱情不是为了要去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用完美的眼光去欣赏一个并不完美的人。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真心无需技巧，但长久需要智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来认识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2组嘉宾，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赵先生45岁，来自天津，待业；马女士44岁，来自天津，酒店管理。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们俩结婚以后谁付出的多？我付出的多，这6、7年他都不工作了，在家当家庭妇男，我一个人挣钱，4个人花，他就负责在家摆烂，还天天跟我赌气。肯定我付出多呀，我呢天天在家洗衣服、做饭、接孩子，我一个人在家都快抑郁了，我就是心里不平衡。你们这次来想解决什么矛盾？他现在拿我不当个事儿了，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让老师们替我治治他，要是治不了呢，我也只能回家接着忍着。他现在呀，要不就是更年期提前了，要不就是叛逆期错后了，天天这也不平衡，那也不平衡的。我就想让他活得别那么自私，别哪天给我气出个好歹，都这岁数的人了。你俩太逗了，一个说让老师给我治治他，要治不了呢，那我只能接着忍着。另一个人在说他叛逆期错后，要不更年期提前。我觉得你俩没啥事儿。不是有事儿，有事儿啊！你先说吧。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家的状况是什么呢？结婚20多年，然后呢有1儿1女，我女儿今年18岁，儿子今年9岁。哎呀，多好啊！现在呢，等于是我一个人工作，他待业在家，从160斤到210斤，然后天天的呢跟你赌气，弄得我相当于带3个孩子，就是非常的累。您待业多长时间了？6、7年了吧。就您是一直没找，还是说这个也是因为家里面孩子啊，就干脆说甭找了？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咱以前是做生意的啊，我是卖貂的，后边这几年了不好干的，我这把我自个儿的店就过了。过了之后呢，他倒跟我说了，你找个工作去吧。但是呢，他呢现在来讲，人大哥自己做买卖做惯了，冷了不行，这活站着不行，这活总坐着也不行。谁要是哪个老板要指挥他，他也听不了。哪个单位人能找一个大爷去供着去？所以说他就一直就待业在家里面了。开车，我不认道啊。你有手机吗？有手机。哎，手机里面安装一导航就行了。他必须得按导航走呢，不按导航还有可能会被客人投诉。对，那不是开滴滴吗？他就是不想去，就是这种面子拉不下来。你以前你都指挥别人，现在你想谁指挥他，肯定是不行。是的，是的。那他在家里面这工作做得怎么样啊？按道理来讲，其实就是有这么个分工。我就说你后勤保卫也不要紧。但是呢，他就是各种的不平衡。你一下来之后，他就认为完了，失去价值了，在家里谁都能对他吆五喝六的。完事之后呢，只要我要是下班回家，女王就回来了，连我们家那2只猫都不敢大声叫。可不呗，给猫吓都老实了，好嘛，多吓人呢！他一下来怎么就女王了？他是架势在那儿还是怎么着？不是，一进门啊，我得先看脸子。您能给我们形容一下，就是这脸子，您怎么看出来他高兴不高兴？他一开门啊，就跟没朝风似的那脸子，咱就不能多说了，多说绝对给你找岔口。现在这脸子是属于好看难看的呢？现在还能看。如果是这种的面相进家的话，就能跟他搭句茬是吗？少说没毛病。听他说的，下班一天回来了，人家那还在沙发上还躺着呢，还手机还看着，还哈哈笑了。你开门他都没听见。饭没做好呀？有的时候呀，切好了放在那儿，不会炒。你不会炒，你就捡你会炒的菜做，你就别捡你不会炒的菜做。基本上呢就是一半一半，做2天会炒的，
给你弄2天不会炒的。哦，这也没看出来哪儿像女王，女王还得下厨做饭，下厨做饭。那个碗总得她洗吧？洗，您就听她在那厨房里面刷碗，你不知道是刷碗，你不知道以为这家里就打起来了。就不是哪个砸了哪个摔了，就是这种情况。哦，他肯定得负责接送孩子，对吧？对。然后呢，做家务，对吧？做家务，人家说了，不用每天都做，得脏了再做。我这一天生活，我都快抑郁了，我真快抑郁了。那您给我们讲讲您这一天的生活。咱怎么说呢？早起啊，给他们买完早点，我得上来之后把孩子安排好了，东西该都带着了，送上学。送上学之后，还得送他老人家上班，给他们都送好了。我回来之后买菜。做饭、洗衣服、擦地，还得弄我们家那2毛。弄完之后，我还不能出去。但凡出去个10分8分的，这电话就有你干嘛去了？我这一天呢，能跟人类交流，就是跟买菜的。朋友嘛的，外边人他为什么会知道？反正就赶巧了。但凡我要给打电话的时候，他就不在家，那就证明老出去，老被你抓住。咱就说嘛呢，谁都有朋友，朋友还挺多，都是我以前门口发小啊，还有一块做生意的朋友，都挺好。以前咱是有家庭有孩子的人，多少得顾点家庭。我们朋友跟我说嘛呢，你1个礼拜出来一趟行不行？我说这个我都给拒绝了，我说不行。退一万步讲，我跟他说，我说咱2个3个月我出去一趟可以吗？这样有时都不行，有时行，但是这行的都是有前提的。我今儿假如说我今天再出去吧。行，你走之前把地擦了，把屋都弄好了，我咔撒狗一样都给干完了。干完之后呢，我是走了，等晚上回来，我不但要他不给我开门，我得让保安给我送上去。送到上面我得敲门呐，保安在那他就给开了，因为还有外人看着呢。开完之后，我说洗个澡吧，我这澡还没洗了，刚一开嘴，他问你干嘛？我说洗澡，死那儿。我一看床在那儿了，我说那我死那儿吧。结果呢还没有被空调还开始直吹着我。夏天你想出一身汗，躺那还没被空调还直吹，还没洗澡，你想那感觉，去是肯定让你去了，他给你找个别的插口跟你打一架的。因为是什么原因呢？他前一段做生意嘛，在外面就跑吃啊喝呀的，就造就的这个身体也不太好。所以我就说呀，你少跟人家一块去出去去吃饭去喝酒去。而且你这个一回来，您看得出来，他说话大嗓门的动作各方面特别的幅度特别大。因为你在家待着，所以你明天早上起来，就算你早起送完孩子回来，你也可以再补觉，因为人每天都补觉啊。我们影响完了之后，转天还有一天的工作了，孩子还得上学了。我们孩子昨天还请家长了，上课睡觉，睡了4节课，一听也没听不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吵啊。那天他回来那几点不给他开门？2点半。你2点半敲门再回来，你再洗澡，你洗完澡了，噼里啪啦的，你再躺着再睡觉，人家都起了。你平时接完孩子回到家之后，这个辅导孩子功课什么的吗？都是我给看，作业嘛的也都是我给看。完事儿呢，有不会的问问我，我数学还不错，别看我学历不高，但是我数学挺好。让完事儿呢，我给检查检查，这他也不满意。他说他辅导功课，您知道他怎么辅导的吗？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人家躺在沙发上。是游戏，是带着是语音呢，那边是聊着，这个手机的那个声音放的巨大，哈哈笑啊，这笑点特别的低。我还不能乐了，我再不能乐我更抑郁了。我就那天跟他说嘛，有抑郁的样吗？我说我钓鱼去，知道我都不好意思说，人家哪个钓鱼大哥不是一溜鱼竿？我说给我买个鱼竿吧，真给买了，就买了1颗。我说我拿出去我多损呐！我问你钓这么多年鱼，你钓过1条吗？钓鱼他不懂，钓鱼这老师们都懂吧？钓鱼为嘛叫钓鱼呢？在于钓，不在于鱼。你要鱼，你市场买去嘛鱼没有啊？这不就是出去钓不在鱼？这不就是出去活清净在头里呢？你俩之间就是这么20多年了，有没有什么大事儿，就是在你俩心里结下结儿？就是去年的时候，因为我做主买了一套房子。为什么呢？因为我有2个孩子。所以呢，正好这2年的房价也低，我就想着呢，给孩子留一个固定资产。我说你有钱吗？我每次去带他去也是求爷爷告奶奶的跟我去看几次房。你去了，人家就相当于一个司机的角色，把你送到那儿。你具体现在你再问的是哪个小区，他都不知道。但是我一看有一套确实是比较心仪，而且呢，我也想就是我的公积金加上积蓄，所以我就做主拍板，我就把这房子买下来了。所以这房子买完，是不是你心里老大不乐意了？之前头2年，我们结婚头2年，我还做生意那会儿啊，还好点儿，多少我在家
说话管点用。自打咱一在家待着，好么？你这个社会地位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似的，对吧？你什么情况就说什么情况的事儿。你挣钱的时候，对吧？你做主一些事情，那你就可以做主。你现在不挣钱的事儿了，你问我干嘛呢？你就不要再跟着别人一块捣乱添乱了。我不添乱，你问我干嘛？你别问我不。你问你这个房子是给家里买的，不是给我一个人买的。给家买的，别我还的，也是给你孩子买的。钱不是家里钱，不是我贷的款嘛。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贷款你自己还，别跟我说。而且就说到这个贷款的事儿，就特别让人生气在哪儿了呢？之前他做生意的时候买过一个小房子，30-40平米，存放他的那个货品，当时买的。后来生意也不行了，那个房子就闲置下来了。正好呢，他有一个朋友也是做生意的，人家就说你也不用添置什么家具装修了，你就便宜点租给我就完了。可能租的是100是1200块钱，就租给人家了。就作为呢，他这个6年在家里待着，自己的小金库零花钱。自打我买这个房子以后，他就非得争着要把这套房子卖了，要去重新的腾飞。我就不同意是在哪儿呢？现在房价都低，你高的时候你都没卖，你现在你又要卖这个房子。买完之后他说不行，这个得卖，如何如何，说了很多的理由。我一想啊，算了，我也不跟他吵了，卖了就卖了吧。要做生意了是吗？现在我不知道他干什么了，把那钱反正没拿出来。我存那个基金，我买基金了。买基金了？对，我想做生意走，他不让我走。他要去外地。去哪儿啊？去江浙一带，我原来的朋友客户都在那边。我就说什么呢？你去投资去，对吧？一个是你身体也不好，我们也不放心；二一个就是说呢，你拿着这个钱走，我们肯定也是对这2个人的这个感情也不利，所以我不同意他去。别提身体不好啊！网上有卖刀的，知道吗？就是那个咱《水浒传》里武松那大刀，挺好的，1500块钱也不贵。我说我买个刀，我在网上找了一刀谱，我在楼底我练刀行吗？这把刀都不带给买的。我说你买一个那个，你往哪耍去？我在小区里面我练。我说你会耍吗？人家练武术，人都从小练，人都有这个功底。你拿起来，你拿起来，你看一遍，你就会耍那个刀了是吗？你碰了人小区小孩老人，你的风险系数呢？就这么大的人，一点头脑都没有。说到这头脑，就是他小的时候，少白头。您看他现在在待的，白有吗？没有了，白头都仔细就什么都不考虑，什么都不想，在家里面不操心哈。说的给孩子早上起来，我得收拾这，我得收拾那，哪个也不是他收拾的，都是我们收拾完，他给提着走。这个今儿你俩是一起都想来我们节目是吧？来了就是每个人的诉求肯定都不一样。咱先问问您老婆，就是您今天主要想解决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房款的问题，我觉得这中间夫妻的你这个财产必须透明。二一个就是说，我就觉得就是你40多岁的人了，你就得改一下，不能还存在这个4岁的这种状态。第三个就是实际上就是因为毕竟我们也是20多年的夫妻了，然后呢也有2个孩子，我们也是就希望他不要这么太自私了，就是共同的把这个房子也好啊，贷款啊，把孩子都还上，把孩子都抚养成人。女士的诉求说完了，来听先生的啊。第一个诉求呢，我就恨不得嘛呢？你嫌我嫌那，你换个爷们儿就完了，这是第一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让你老婆换个爷们儿，是吗？对，您正好说我又拦一句是什么呢？为什么又这么说呢？我有挺严重的咽炎，然后人家该抽烟就抽烟，坐在那儿你咳嗽你的，他就跟没听见一模一样。我说你呀，不行就别抽了。人家说急了，这第几遍以后就说了，你要是想那个改变我是不可能的。我都抽了30多年的烟了，你想天鹅，你就直接买个天鹅，你别想把大鹅给改造成天鹅，我改造不了。行，男士第一个诉求是让自己老婆换个爷们儿。对，好，来第2个诉求是啥？第2个诉求就是换不了的情况下，我打算我自己做点生意，我不要在家里地位那么低了。好，来第3个诉求是什么？第3个诉求就是实在都改不了的话呢，你稍微对我你给点零花钱，你让我稍微痛快点行不行？你明确一下这零花钱需要多少？1000块钱就够吧。我就问您一下，女士，您一个月能拿出1000块钱吗？拿是能拿得出来，能拿得出来啊，不是说多费劲儿哈。小姑娘、小伙子，你们2个人听大哥大姐的这事儿有共鸣吗？我还是觉得大姐说的比较对。我觉得这个大哥在这个家庭中就是属于那种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是很幼稚，而且他很不体谅这个姐，工作完回来就是身心俱疲的一个状态。不干活就少花点呗，还买什么1000多块钱的东西，这都是可以避免、可以不买的。小唐怎么说？
我觉得当家庭主妇也不是工作嘛，就是少花点吧。在家虽然说活儿也挺多的，就在家待着那个游手好闲的人，啥也不干的人，挣钱少的人就少花点，是吧？我觉得你们家的人都有点不快乐。就是一个本性，我觉得很热情、很开朗的人，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很需要释放自己能量的人。就是说实话，女士，我觉得您确实是对他有一些不公平。这个不公平是源自于，我觉得你对他的价值不认可，所以你会认为他所有的索取也是不可以的。就在你的价值体系里面，你是觉得不合理的。他其实挺单纯的，这个人他并不坏。这个人单纯了、幼稚了一辈子到现在，其实他的优点也在这儿。我觉得您可以其实换种方式去多鼓励他一下。还有个点就是，我觉得这位大哥，您确实，我觉得你媳妇儿上来说他一个人赚钱4个人花，是谁把他逼成这样的？你作为一个男性来说的话，你没有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你就不能够去怪自己的媳妇儿太强势，因为他不强的话，你们家的孩子怎么办呢？他不强势的话，谁来保护你的孩子呢？他已经在这个社会中充当了一个男人的角色，这是他想要的吗？不是。你们两个把彼此都变成了就是对立位置的人，对面位置的人，但是你们其实又很想成为对面位置上的那个人。他可以放你出去，但他放你出去的前提是：第一，你要对他坦诚；第二，你要真正的知道你自己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每天像个大孩子一样就只管自己吃喝玩乐。你人生中最大的困扰居然是1000块钱，但是你知道你媳妇儿人生中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吗？她每天都要担心她自己会不会生病，她的孩子会不会生病，明天有没有饭吃，后天上学怎么办，补习班怎么办，孩子的功课怎么办。而且其实你的妻子，我觉得她是一个可能比较会做实事，但是不善于表达的人。他真正想说的不是说你给孩子造成了不好的榜样，他说的这个榜样是他不希望他的孩子以后像他的父亲一样，就是没有一个基本的认清楚自己的责任本位。他当然知道一个快乐的父亲带给孩子的正能量，但是我认为他真正不想让孩子跟你学的是你完全不会照顾孩子的妈妈，他替你又当爹又当妈的。我觉得这个您应该是他想知道的问题，应该都向他坦诚。你万事万物应该跟他商量，应该在意他的感受，应该在意你做这个决定之后的结果，你的家庭是否可以承担。就不要闹了，我觉得闹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要看清问题的本质。本质就是你更关心你妻子的内心诉求，我觉得你的诉求就达到了。做管理的人要的是秩序，你是秩序里面的一颗毒瘤，就跟我一样，我在我家也是一颗毒瘤，就是越要我秩序要排好队，我就得往外跳。但问题就在于，你看他是个管理者，管理者希望所有人都在秩序里面井井有条，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他难受，他焦虑，所以他在单位里面已经处理了一堆的，我看看酒店管理嘛，已经处理一堆的乱七八糟的事，因为酒店很难管理，那个员工也好，还是出的事儿也好，这玩意儿真的很难弄。回到家里面又看到你属于一个不服管，在外面跃动的一颗零件，他确实没办法给你好脸色看。第二个，我觉得你特别不靠谱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就是你还没有财富自由，却想过上财富自由的生活。我认识很多做生意赔了打不了工的人，最后都去开滴滴了。为什么他们去开滴滴？我问了好多人，他们跟我说一句话，说我们家孩子未来要上学的，生活的重担你不能让老婆一个人压。这句话没毛病吧？没毛病。是不是不能让他压着？对，我就不把房卖了，你今天站在这边，你开口，我们先不说生意的事啊，你开口跟你老婆要1000块钱零花钱，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你凭什么把生活的压力交给他一个人？你凭什么说我不认路？你作为一个天津人，你说我不认路，明明有导航，你能不知道导航吗？你连兜都能耍得明白，你能不知道导航吗？你凭什么不去开车？你去开滴滴开车，早上送完孩子送他，你哪怕一天开10个小时车，开完回家你挣的钱难道不比那1000块钱多吗？你就不能帮你们家里面的人去还一下贷款吗？难道你就挣不回那个家庭地位吗？你的心已经死了。所以为什么我很不看好你去做生意？因为我浙江人，我太明白你那些朋友里面有几个人现在生意好做，跟以前一样挣钱。你现在拿着你那几10万块钱，你跑到那边去，
一枪买卖，赔完了就回家，真的要干这个事儿吗？面子是自己挣的，想要玩什么也得是自己挣的。我们玩的所有东西都得是自己挣的，没有任何理由养着俩孩子还跟老婆去开口。我说你啊，我就一句话，在外面管人，回家就歇歇他。你和他的位置和方法应该调过来，你回家就应该来开心的。你应该学学你老公怎么玩，你老公应该学学你怎么样去外面奋斗，这样家才能过得下去。解决问题还是找咱们陆琪老师啊！大家如果想请教陆琪老师有关情感方面的问题，找到他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去微信上搜索我们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但是记着，大家一定要亮明我们爱情保卫战的那个忠实粉丝的身份啊！这样的话，陆琪老师有新人礼包送给大家。我看到他们就想到现在中年夫妻的一个现状，就是大部分的中年夫妻的日子都过得感觉好像每天特别的愁眉苦脸，就因为大家上有老下有小，这个时候你们就是顶梁柱嘛。所以人家不是说把中年人形容比喻为那个《西游记》，我以前在节目里面说过，我说有孙悟空的压力，八戒的身材，老沙的发型，唐僧的絮叨，离西天还越来越近了。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现状不是个案，是很多普遍现象，只不过在其他的家庭可能调换一下位置，是男的在外面工作，女的在家一堆的抱怨，你们家是调过来。今天所以就觉得这事儿好像有点怪，有点不太适应，但其实我又觉得在你们的抱怨和这种不满当中透露着这就是婚姻的幸福，你们两个人都忘了幸福的样子。所以你们两个人接下去可以做一件事儿，今天下了节目回到家，俩人面对面坐在餐桌前，一人拿一张纸，写出对方身上的10个优点，学夸对方。而且你们两个人真的欲望都特别低，为啥？你别看他耀武扬威的，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其实就是想，我现在把那房子卖了，我后悔了。之前有那房子，我每个月还有1000多块钱，我现在没有这1000多块钱，我咋办呢？他现在后悔了，我估计那基金赔着呢。您怎么知道的？赚钱不是这个状态，你知道吗？所以他为什么张嘴？他最后的一个诉求放在了1000块钱上，那就是他的根本目的。所以他的欲望多低呀？你老婆也一样，你老婆对你有啥要求啊？她没有每天回家骂你废物点心一个吧？没有，没有，从来说你太不男人了，你天天指着我养着。那没有，没有吧？所以他从来没嫌弃过你在家。所以你们两个人其实特别好满足彼此，就是学着找回幸福的样子，学着找到对方身上的优点，学着多看看生活当中积极的、阳光的、快乐的那一面。那你整个在生活当中的心态也会发生转变，特别有意思。大姐，我觉得他这个性格应该不是这2年刚这样的吧？就是这种就是嘴皮子这么溜啊，跟你说话你来我去的，从来不让话落地儿的这个习惯，打你们相识谈恋爱那会儿应该就有这样吧？对，是。所以那个时候是吸引彼此的理由。你看起来不松弛，他看起来特松弛，所以你不松弛，你需要找到一个有松弛感的人去让你觉得放松，你会和他在一起待得很舒服。你呢？需要找一个看起来有点像大人的人，觉得这个路不会走偏，也不会跑到其他的轨道上，有一个人和你一起把你在稍微跑偏的时候给你掰回来一个正道，带着你一起往前走。所以那个时候的初相识是彼此需要的。但大哥，那个时候你有光环呀，那个时候你赚钱呀。对，我挣钱那会儿比他挣多。对呀，现在没光环了，所以在他看来你是不务正业。其实我们现在这么想这个问题，那个光环叫什么？其实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2个人势均力敌的奉献的力量。所以我觉得现在既然是生存加生活放在一起会等于好好过日子的话，你不妨把生活这一块就都交给他去安排。你每天去忙着打拼啊赚钱什么的，但是家里比如说有这种资金去启动生活，比如说你要策划一下我们这个星期全家人周末一块干点什么，我们大概半个月或1个月的，或者逢年过节的，我们全家人一块去旅个行，你去做安排，你去做设计，全家人一起商量
让他成为那个焦点，让他启动他的智慧。每天的菜式交给他，你们可以点餐呀，让他去学呀。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做得好，因为我觉得你的品鉴能力和你对待生活享受的能力，真的肯定是你们家里还蛮高的，所以孩子们愿意跟着你混。那你就把你的快乐和带给每个孩子那种松弛感发挥到极致。孩子们特别需要有松弛感的家长，不能总像你这么一本正，把工作带回家。总像你这么一本正的，孩子们也会很紧张。但都像你这么松的，他也不行。所以看到对方彼此身上那种闪光点，也是你们今天走到20多年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只不过曾经彼此吸引的那个地方，不要成为今天彼此嫌弃的地方。如果一个女人6、7年，一个人养活4个人，能笑出来吗？你别以为你嬉皮笑脸的，她能笑，她好累啊。她更需要你的支持，你的行动的支持，把你那个钱交出来。零花钱可以给你，花在刀刃上。你要接受自己现状，你要去做力所能及、脚踏实地的事儿。不是跟孩子一起玩，就是陪伴，就是爱。9岁的孩子不懂，18岁的孩子应该懂了。他不说是因为什么，他不责怪你是因为什么，因为爱。你被所有身边的最爱的人爱着，你却不知道怎么去真正的爱他们。是时候觉醒了，别装了，你不快乐。你真正的快乐应该是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家里分担了哪怕那么一点点的负担，赢得了妻子宽慰的笑。不需要你逗他，不需要，需要你真正的去表现出什么是爱。真正的坚强是什么？不是我们不能弯腰，而是说我们弯曲之后，我们还能找到让我们挺直的力量，去找这股力量吧。这样啊，接下来你们2个人坐那休息之前玩一个小游戏，互动一下啊。男生闭眼睛，女生来比划。行，看到了吧？啊，想想怎么比划啊？哦，你爱我啊，我爱你。你有多久没跟你老婆说过了？我，哎呦，好多年了。给你个机会吧。老婆，我爱你。钱呢？咱给你。取出来几斤里了吧？月底才到账。我听这个3个字啊，我觉得有点轻飘飘。那再重点。所以你可能现在需要的不仅是说，更重要的是做出来。哦，好。哎呦，哎，其实曲老师让你做，是让你把生活的重担压在自己身上。你不是让你去抱人家。就为什么说你轻飘飘，是因为他在扛4个人的生活，你就是上嘴唇喷下嘴唇，这叫轻飘飘。哦，你一嘴巴一动，他就得干1个月。他干了7年啊，自己一个人，他是怎么过的？你就想一件事儿，你愿不愿意你女儿未来嫁一个跟你这样的人，在家里面待7年，1分钱不挣？好了。接下来你们俩坐那儿听听小年轻的故事吧，好不好？也歇一会儿啊。好。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唐21岁，来自山东，公司运营；星星22岁，来自山东，实习。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们俩感情出现什么问题了？之前说好的，我毕业了就订婚，他现在又说当下时机不成熟，这就是借口。我认为他就是变心了，不爱我了。他太理想主义了，还总要证明我有多爱他，对我施加压力，逼婚，总爱矫情，我有点受不了了。你希望你俩的感情是什么样的？我不要他车房，我就要他这个人。我认为爱情大于一切，我习惯了他在我身边，我想要他的一份承诺。就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恋爱不能全是激情，应该有平淡期，而且不能总吃飞醋吧。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今儿是星星要来逼婚来是吗？对，老师，
爱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我就是那种非常纯爱的人，我觉得爱情就该是非常炙热、非常热烈的。但是它就是随着我俩搞对象时间的增长，然后呢，它就变得就开始平淡、冷淡。你俩搞了多长时间对象了？我俩搞了1年多了。1年多了就平淡了。反正我就是有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觉得他现在对我很平淡，然后矛盾也会冷处理我，我就会一直自己内耗。而且就是我俩之前不是说好那个等我毕业就订婚嘛？对。然后等现在了，就已经到这个日子了。但是他丝毫没有任何的表现，然后我也问了他很多遍了，人家就告诉我啊，现在还没钱呀，什么经济压力太大呀，就各种理由来推脱我。你现在毕业了吗？我毕业了，我在实习呢。对，老师，他实习呢，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我是觉得吧，就是彩礼啊、婚房这方面压力都挺大的。我平常的话，1个月能挣6、7千块钱，之前的话就是1个月能攒6000块钱左右，但是自从跟他搞了对象之后，每个月的话，最多的话只能攒2000块钱。他1个月的话，还要求我必须见面4次，就每周都得见面。2个人异地恋，1个月见4次面不多吧？你俩在哪个城市啊？他在保定，我在石家庄。那这未来咋办？谁去谁那儿啊？现在是想着说，就是等我实习结束，回头找到稳定的工作了，转正了，然后我是想去北京发展嘛，回头他就会把他保定的工作辞掉，来北京找我。这还8字都别说没一撇了，8字都不知道在哪儿写呢。你们俩就要订婚呐，还要奔北京啊？对，因为我家是在那个北京附近，我就想离我家近一点啊。他愿不愿意辞工作呀？我跟他商量过这个问题，他说他愿意，他对这件事他当时还愿意毕业跟你订婚呢，现在不也没定吗？现在主要我就是觉得他现在对我特别冷淡，老师。那你说说吧，他怎么冷淡了？就是我们之前嘛，他们公司团建，然后我俩不是见不着面吗？他就给我发信息，然后就跟我说那个我要去团建，晚上公司有个聚会，然后我就随口问了句，我说有小姑娘不？他说没有，6、7点钟他就去了吧，一直到晚上11、12点，我在那刷视频，刷着刷着，因为有那个共同好友嘛，正好我就看他有个共友发了一个视频，我点开那视频一看，人家正搁 KTV 里跟那小姑娘搁那情歌对唱呢。今天你要嫁给我，今天你要嫁给谁呀你？老师，不是他说的那样的，公司聚会肯定是有男有女，但是如果说我告诉他有女生的话，他100%不让我去，因为他对我这个异性关系的话就是零容忍，有女生就是不行。那个视频里就是女生在唱歌，我只是拿话筒就是附和了一句而已。哎呀，对唱就对唱，这有啥呀？也不就唱首歌嘛。哎呀，根本就不是他说的那样，可不是他什么拿着话筒对唱了那个附和了一下，我就看见了那个女的对他那个含情脉脉的唱情歌，眼神都快拉丝儿了，他都。不是老师，他看所有女生都对我眼睛拉丝儿。他是不允许你身边有女性是吗？对，公司你可以有，这我管不了。对，但是你不能跟女的出去玩，就绝对不允许的。团建，那你知道得告诉我一下吧。团建里不能有女的。公司活动，那就不能去。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是他就是怕麻烦，怕跟我解释，怕哄我麻烦，他选择欺骗。就从这件事我就觉得吧，他就是想再去接触别的女生，再看看外头的小姑娘怎么着的。老师，我都觉得他有点就是病态了，就是总爱吃飞醋。不是，老师，你知道之前有一回啊，我俩那个去逛集市，还有一对情侣朋友，我们4个人嘛，一块出去玩。然后当时我就看到一个特别漂亮的手链嘛，我就拿着它给他讲，我就开始，哎，宝宝，你看这个手链好不好看？这个颜色怎么着的，给他讲了一大通。然后人家呢就告诉我，哦，挺好的，就没了。当时我就挺不高兴的，但是我就觉得出来玩嘛，也没有必要说就是因为这种小事闹得特别大，然后弄得大家都很不高兴，我也没吭声。结果我俩走着走着，同行的那个女生，人家看到了一个胸针，然后就说，哎，这个胸针挺漂亮的，跟自己对象说的。她在我旁边听见了，嗖就过去了。哎，你这个胸针确实挺好看的啊，特别搭配你今天的衣服。当时的话就是附和夸了一句，因为他当时的话戴那个手链确实就是不好看，我也不能撒谎吧，不能胡说八道吧。然后大家都是朋友，我就看那女生戴那个胸针，确实就是说跟她搭配挺搭的，我就附和夸了一句。就是不行，老师。还有就是他对我也特别没耐心嘛，现在就也是我俩出去玩，那个晚上了我就特别饿，我就是想吃酒店楼下的一个小吃，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陪我去吧，死活都不带去的。
那我没招，我就自己走了。我一个人走在那个夜路上，我当时就特别的难过。我就觉得这不管放在我身边的任何一个女生的男朋友身上，他也不可能让自己对象一个人去走这个夜路去买吃的，陪他一下又能怎么了？但是等我到了之后，我一回头，我发现人家也下来了，搁后头跟着呢。其实我看见他的时候，我情绪是好了点了，至少没有说那么难过了。但是我的情绪已经上来了，我是需要他就是给我个台阶下，跟我说两句好话呀，或者哄我两句。但是人家就是从跟着我到我发现他，到买完这个东西，一直到回酒店，全程一句话不带搭理我的。那我就想着，那我哄他两句嘛，人急眼了，然后还嚷我。因为太晚了嘛，我确实是不想去。他最近不是还减肥呢嘛，到时候减不下肥了又得怪我。他最后生气一个人去了，我也不放心他一个人去，我就自己偷摸跟下去了。然后后来的话，他就一直在我耳边说：“你怎么了呀？我怎么你了呀？”就一直搞得我特别烦，就哄了他一句。不是老师，我当时是特别好的语气，人家给我来一句：“能不能别说了？我现在真特烦。”他凭什么这么对我呀？而且他现在就是跟以前相比，就完全就是两个人。那以前我上学那会儿嘛，也是我在石家庄，我就跟他说那个我生病了，人家下一秒就过来打车过来看我来了。但现在就晚上了，我想去吃口东西都不愿意陪着我去了。就说累了，说这个说那个了。那会儿打车过去看你的时候，你俩好了吗？确定关系了吗？确定了，刚刚在一起是吧？我俩是网上就是朋友介绍认识的，聊了1个星期，我俩就在一块儿了啊。确定关系确定特别快啊，确定关系特别快，所以那次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其中的一次吧？对，行，那还会因为什么小事儿啊？然后就没有了，我就是感觉就是他总是就是特别小的一个事儿，就是特别容易生气嘛，因为感情不总是全是激情吧，应该有平淡期，就是搞得我现在特别累的。不是老师，但我觉得感情它就应该是一直特别热烈的，我就觉得爱情就应该是特别炙热的一件事情。平淡期不就是时间长了腻了吗？所以会淡了。说白了就是不够爱了呀。对，他就是不够爱你了，你要咋办呢？我不能接受这件事情。不是，那这个人他有爱你的时候，他就一定有不爱你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一直爱你呢？为什么不行？那为什么我从一开始到现在，我对他都一直这么热情，为什么到他那儿就不行啊？这是你第一个男朋友吗？啊，不是。这不就完了吗？接下来咱说说今天来我们节目的诉求吧。我先说，因为他最近老是就是因为这个小脾气，还有逼婚的这个事儿嘛，我想让老师您教教他，改一改他这个脾气。他就是要着急订婚是吗？对，着急订婚也是这个脾气的话也是不太好。啊，因为你不订婚，然后所以他就各种找茬儿，对吗？啊，就是不想现实情况。我问你一句话，你要娶她吗？我要娶她。你确定吗？但是的话就是说，你别有但是，我问你，你确定吗？在几年之内娶？这个的话目前还没有规划。所以你要娶她吗？还没有想好。这不就完了吗？姑娘，你今天的诉求是什么？我就是想让他能再多爱我点儿，而不是说在我特别生气、特别伤心的时候冷处理我。如果他可以娶你，现在就可以娶你，但是他只能跟你过比以前更平淡的。我愿意啊，就要他这个人。所以两个人的诉求都说完了，今天这就是他们两个人来到我们节目的原因啊，就是男生是有点压得喘不过来气儿了，但是还没到分手那一步呢啊。但是女孩呢，不结婚就不行。先来问一问赵先生和马女士，这姑娘比你们家女儿也大不了几岁啊，这要是姑娘怎么办呢？其实我感觉给你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别握得太紧了。咋这么有感触呢？因为我就想我们孩子将来。这看出来有女孩的妈这心疼啊。你说你妈得多心疼？对呀，你看这还是这同样有这么大差不多大的女儿，这都萍水相逢的人，阿姨就都已经都这样了。其实我感觉小伙子挺正常的，小姑娘呢老怕失去他，这是我的感觉啊。其实有的时候逼得越紧的效果越不好，还不如放着松弛一点。你说实话，你真的还喜欢他吗？喜欢。你喜欢他什么呢？外貌呀，性格呀。那么女生，你喜欢他什么呢？首先他长得就很好看，再后来就是因为他确实对我很好，而且就跟我以前的感情来比，他确实做的比别人好的多得多，包容性也更强吧。而且我觉得就是他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姑娘很有问题，性格是有问题的，动不动就一哭二闹三上吊了，在这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没觉得他到现在为止，除了你那个骗他之外，说出了什么让我觉得很有力的说辞。你不要配合他演戏，没有用，因为越演越投入。
未来就是一个受害者的情节啊，每天带着一个受害者的以我自己为本位，然后去想象很多、幻想很多有可能和没可能的事情。还有姑娘，我跟你说，就是你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你不要把这段感情看得那么的重要，因为你人生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她的人生中也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她为什么会瞒着你出去跟朋友唱 K， 是因为她认为那件事情是她当下最重要的事儿，而你不是。就是你要把自己变得更有价值、更有吸引力，而且你给点神秘感吧，真的，因为你所有的东西在他眼前，他觉得你完全可以拿捏，他也知道他就骗你一次，哪怕被你发现了，你也不会走，所以伤害你的成本很低。你只有自己强大了，你才可以让别人不敢伤害你。两性一定是吸引的，你去勒索他，你去情绪绑架他，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往后退一退，想想自己究竟喜欢对方什么，然后告诉对方，然后也想想自己究竟在这段感情里面失去了什么。你失去了自由，然后女孩你失去了什么？你失去了自我。所以这段关系我不觉得是特别有益的一段关系。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一个善良的人就不会是渣男吗？他很善良，他有同情心，但他难道不会因为同情心而喜欢上别人，他就一定对你忠诚吗？第二个，一个善良的人就一定是道德无瑕的吗？他难道就不会撒谎吗？他很明确的对你撒了很多谎，所以这和善良有什么关系呢？姑娘，你身上也有个问题，这个姑娘今天站在台上表现出来的是极端性，这种极端性如果控制不住，姑娘未来就变成了钟情妄想，钟情妄想那就带妄想了，那就变成一种疾病。所以你现在要真正要重视的不是恋爱，你真正要重视的是你的心理健康。你以为是内耗，其实是妄想。以你现在这个大脑一直在思考的这个事情，你这段恋爱再谈2年，你的脑子就烧坏了。你的关注点根本不是这个男人还在不在乎你的问题，而是我身上未来有什么样的价值可以让更多的人在乎我，我在这个社会上有什么样的价值可以让更多的人来爱我。姑娘，你别嫌我烦，我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这个老登说这些我听不懂的话有什么用？他就不能劝劝这个男人多爱我一点吗？他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吧，我能有什么不知道的？我能看穿人心的嘛，对不对？不就这些事儿吗？我是真救你，因为你反反复复在思考这个事情，会改变你的认知。从此以后，你的脑子就进了一个牛角尖，你就钻不回来了。从此以后，你的脑子就变成了一团，它就不像是一个正常人的脑子那么分布。等到了那一天，你的极端性真的爆发出来，这个男人逃得比谁都快。他不一定是渣男，但他一定是个正常人。一个正常人是没有办法去和一个他自认为的疯子，我不是说你疯子啊，我只说他认为这个人已经疯了，他是不会跟他在一起的。所以你前提条件，你想要被爱，要保持你的正常状态。陆琪老师这说的全是大干货哎！大家如果想要听这样的干货，想找陆琪老师解决情感问题，找他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去登录微信搜索陆琪老师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大家记得要亮明咱是爱宝的粉丝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因为会收到陆琪老师给大家的新人礼包。姑娘，你觉得自己长得丑吗？我不这么觉得。你觉得自己长得好看吗？我觉得挺好看的呀。颜值打分的话，你打几分啊？我打8分。那你觉得你男朋友长得帅吗？我觉得他挺帅的呀。他打几分？打几分？9分吧。所以在颜值上，你们两个人如果排名的话，他排在你前面，对吧？对。所以你害怕吗？因为会有9分和10分的女孩啊。你自我的认知很高，觉得我长得也不差呀，但是总有比你漂亮的。所以姑娘，你心里是自卑的，你觉得你的颜值配不上他。第二个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都说人这一辈子会遇到4种人嘛，一种是自己，一种是你爱的人，一种是爱你的人，还有一种是相互爱的人。那和一个没有那么爱你的人在一起，能在一起吗？能，但关键你得有一种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就我接受，认清现实。你现在是又要找一个你爱的人，这个人没那么爱你，因为人家颜值高，你必须要占有人家，然后你还不接受现实，还得让人家要求人家像你爱他人家一样那么爱你，你8分人家没看上啊，没有那么爱呀，这怎么要求啊？什么叫平淡啊？什么叫激情啊？
说白了就是两个人浓度不一样嘛，你现在浓度高一些，他那儿没那么大的浓度，就是不爱你了，或者说没那么爱了。你让一个人回到那么爱你的时候，那你得有点啥吸引力啊。所以咱别耍小孩脾气，索取来的爱特别廉价，也会显得你很廉价。姑娘，我觉得在这个台上，我真是越来越感觉到你就是一个造星工厂。我觉得你可能比8分要再漂亮一点，而她可能没有9分那么好。但是就因为你的星星眼和你的造星能力，把一个5分姿色的她生生打造出了10分的自信。你这么大本事，干嘛不打造你自己呢？所以我觉得曾经被你爱上的男生，是不是都被你的星星眼打造成了人家10分自信，然后你把自己摆在了一个特别低的位置，永远都是仰望他们，说你千万不要离开我。最后导致的你在一段关系当中变得极其被动。本来你是那个拥有绝对主动权的人，你可以实话实说，你却偏偏没有对他们实话实说。我们的时代真的已经很宽容，能够越来越多的去允许你在追求自己感情也好，追求事业也好，在你各种追求的路上去允许你可以有跌倒，允许你可以走弯路，只要你活成让自己都觉得很闪亮的那个样子。从最开始刚相处1年多就已经没有了底气，人生在一起几十年，订了婚也会撤，结了婚也会离，那么多无数的变数摆在你眼前，你到底要在哪个关口趴下？无数个人生的关口等你过，这一辈子就跟感情较劲了。你人生这一辈子就是为了来体验感情当中的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就是为了这样吗？肯定不止。你一定会突然间有一天觉得，你得先活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你才会被别人去珍惜。所以感情这个东西真的是要不来的，所有要来的这个爱，都是因为他先舍不得你，你才会觉得自己是被爱的。他舍不得你吗？他今天站在这儿，他说的是，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和他订婚了，我也犹豫了。所以我希望走到今天这个舞台上，姑娘，你能得到的是底气，不是散，或也不是和，是底气。你自己的人生有你做主的底气。那我主要跟男生说说吧。你喜欢他什么？我喜欢他的性格，就刚在一起的话，就是性格挺好的嘛，很聊得来。后来你喜欢他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性格，现在他的样子你喜欢吗？就是有点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说真话。所以说我不能只要他的前半段，不要他的全部。第二，你那个谎言真的是善意的吗？就是善意的谎言吗？没有，你只是在回避你们之间的冲突，那也是欺骗。这个女孩你理解她吗？她现在的这种性格，什么造成的？也可能是她原生家庭，可能她在原生家庭当中获得的那爱是忽冷忽热的，每一次爱的获得都需要它是有条件的，有可能这爱是随时消失的。通过前面几位老师的这种描述，你理解了吗？理解了。你以前一定不能理解，所以现在你理解了，你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情。第一，你要真的是爱这个女生，爱她的性格，那一定是全部，并且不能只是评判，说你这不对那不对，都是你的错。第二，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你要给出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未必是高浓度的，你不可能去满足他的高浓度的要求，所以你要怎么样？是一个稳定的爱。我们真正长久的爱是什么？是呼吸感，很松弛的，要稳定。那第三个是什么？你能做到的就是要有边界感。比如说公司的团建就是有女生，我就必须去。你的那个要求没有女生的团建那个要求，那是不合理的，要让他知道有边界感。那第四个是什么？如果说你以上3点都能做到的话，那好，请你引导他去多关注自己，在你们的爱之外还有一个价值支点，有他自己的社交圈子，有他自己兴趣爱好，有他自己的发展。以上几点如果能够做到，你就是那个值得让他这么爱你那个人，不是外在，而是你有没有能力做到。如果不能，马上就走。女生就2句话给到你：第一，
用逼婚证实的爱，一定会被现实证伪。第二，这毕业证还没捂热呢，别领结婚证，好吗？就这。好，谢谢曲老师。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我们两组嘉宾回到门后。接下来呢，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那也提醒一下大家，可以登录微信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开门看答案，3、2、1，请开门。出事肯定会出来的。手拽的好紧啊！那打算怎么办？给他中间找个活呗。找个活啊？行啊，1000块钱还要吗？要吧，还是要吧？还是要。哎，一个说要，一个说给，这就挺好。钱交给老婆吧，她管理酒店的，管理你们家那点应该没问题。好好抱抱吧，20年的夫妻了。老婆，我爱你。这个我爱你比刚才那个有分量。别哭啊，咱不哭，咱不哭啊。记着啊，今天回去，尤其这事儿，我觉得老婆要干，就是坐餐桌那儿，俩人拿张纸写对方优点，就10个。今儿晚上回去就干啊，行，对吧？夸嘛啊，好吧。谢谢你们来到节目啊，谢谢你们，谢谢五位老师，哎，祝你们生活幸福啊，谢谢，再见。来吧，我们来揭晓第2组嘉宾的结果了啊，他们是否会选择出来呢？那开门之前要提醒一下，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想要跟我们取得联系，其实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现在可以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和公众号。那大家一定要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好了，我们一起开门看答案，3、2、1，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3、2、1，请开门。他俩会出来吗？会出来吗？来了哦，要出来吧？你看，我猜也是。一定得出来。哎，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夏楠老师，说决定说吧，你决定啥呀？老师，我也决定了。他刚也跟我说了，他那个脾气改改，然后我也决定了，我以后的话多跟他有点包容心，多爱他一点。然后的话，这个订婚这个事儿的话，我也是确实是要娶的，然后推迟2年后。希望2年后不要再来爱情保卫战了啊！行，祝你们恋爱甜蜜幸福啊，生活顺利！谢谢你们来到节目，谢谢。来，这边请。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